那我相信如果你在学中文或者是其他的二语，你都会刷到过这样一个视频。My foreign friends would never know how funny, how creative, and how attractive I am in my mother tongue. 看到这样的视频，你们肯定都想转发。作为一个学习英语也学习西班牙语，在欧洲生活过的中国人，我也有一样的感受。你有没有说完一句中文，马上觉得，哎呀，这不是我想说的，好难受，好想重新说一遍。你会不会在开口说中文前，就已经先在你的脑子里对自己进行了一个评判，想象自己说不好的样子？或者你会不会觉得在说中文的时候，你变成了一个很简单、很无聊、没有深度的人？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时候不敢说中文的原因，可能不只是怕犯错误这么简单，它背后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那今天我就想结合我作为英语学习者的经历，还有作为中文老师的一些看法，以及语言学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跟你们聊一聊这种熟悉的感受。我先来讲2个我作为英语学习者的经历。那小时候，当时我和同学学英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口音去模仿。那最流行的就是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那我当时就是选了英式英语，我觉得听起来比较优雅。那当时就会去看很多教英式英语的中国博主，他们分享啊，怎么发音发得更地道，更像母语者。那当时有一些音我就怎么样都发不出来，比如说 T， 像 butter， 你不能说 butter， 你要说 butter。我现在还是发不了这个音 butter。Anyways， 还有像一些音，比如说 show， 这个 o 你要发的非常加起来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大概就是 show， 这样就他们就说这样就非常英式，非常有感觉。还有什么呢？我现在也记不清当时我在纠结哪些发音，但我就是觉得有很多发音我都发得不像英式英语的母语者。虽然我可能整体流利度不差，但我就会觉得我的英语很不好，因为那几个发音我的英语很不好，所以当时我开口说的其实不多。那后来我说英语说多了，对于自己的英语也感觉到更加舒服了，然后我去了英国留学。那到了那边，在一个更加沉静的英语环境里，我又感觉到了以前的不舒适，我又会觉得自己的英语好像不那么地道，好像不太行。当时我和一个英国人谈恋爱，我们平时聊天可能差不多是50%的中文，50%的英文。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我觉得你的英语发音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语调上太平了，没什么感情。比如说，如果当时我想对他说，Oh, congratulations, I'm so glad for you， 我当时可能会说成Oh, congratulations, I'm so glad for you， 就听起来没有感情，听起来好像不是真的为对方开心。我现在想想觉得这个建议很有意思，可以让我看到我在说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但当时我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要是我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就去关注这些语调就好了。我当时非常想重新学一遍语调，把我的英语在语调上提高一个水平。还有就是在英国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担心有时候我说英语太直接了，因为我不太了解英语里一些表达方式。比如说在饭店点餐，你可能要说
Could I blah blah blah， 你不可以直接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或者是说你需要说 Would you mind if 这样类似的句子，这些我都在慢慢去学，但是一到要用的时候我又觉得不自然，我就经常在社交的时候很担心我说的英语会不会太直接了，会不会让对方误解我就是一个不怎么在乎其他人心理感受的人。那你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小时候我学英式口音的经历，还有我到了英国之后担心自己语调不自然，没有起伏，或者担心自己说英语太直接的经历，他们都反映出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在说英语的时候少了一点什么，好像不那么像自己，我很担心我没有完整的表达出自己，表现出自己。那这种感觉其实有一个名字，叫 linguistic insecurity， 对于语言的不安全感。那这种感受具体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在说你学习的二语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完整的自己，你觉得你不再表达真的那个自己，你会开始担心，你会变得不那么有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更多的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暴露，你会去担心它暴露你的一些缺点或者是不足的地方，这种自我暴露的恐惧压过了你自我表达的欲望。所以这种 linguistic insecurity 是从哪里来的呢？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 他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沟通工具，它是有权利的，是有地位的。一个人说的语言可能反映出他的受教育程度，有的人会觉得可以反映出你是否聪明，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家庭背景啊等等的东西。什么样的口音被认为是高级的，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被认为是有说服力的，这背后都有一套隐形的标准。这种隐形的标准天然就对母语者更有利，所以在很多教语言的视频中，他们都会跟你讲 Teach you how to speak like a native。 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作为一个中文老师，我是不那么认同的。我觉得学语言的终极目标肯定不是像一个母语者一样说话。当然，如果有些人有这样的目标，肯定没错。但如果有了这种像母语者一样说话的目标，你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审视、被判断、被追赶的位置上。这样的一个标准，它本来可能就不是为你设计的。你可能一直会觉得自己说的不够高级，或者不够地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担心自己暴露出缺点和错误的感觉，就会压过你自我表达的欲望。但是这里有个区分，我想告诉你们，就是对于语言的这种不安全感 linguistic insecurity， 它不等于你能够使用语言的能力。这里我想再告诉你们另外一个概念，叫做 communicative agency， 就是你运用语言的一种自主性、能动性。它的意思就是你运用语言表达想法，完成各种事情，建立关系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有。Linguistic insecurity 和 communicative agency， 它们两个都是真实的，也都可以同时存在。你可以一边觉得自己的中文不够好，要继续进步，一边有很强很强的欲望去用中文去交朋友，去完成各种事，甚至去应付职场的问题。而且我想跟你们说，不完美的语言，有些错误，
有一些小问题的语言，有时候其实能让别人更加真实、更加完整的看到你的不同方面。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他可能想说，我给我的植物浇水，但他不知道浇水这个词，他可能就说，我的植物渴了，我要给它喝一些水。这种表达有问题吗？我觉得完全没有啊。他虽然没有用浇水这个最地道的词，但是我完全能理解他，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表达更高级，更有诗意。我还能从他这样的表达中看到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有童真的，是很温柔的。这就让我想到语言学家 Bonnie Norton 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学一门新的外语的终极目的，不是说的像一个母语者，而是通过你说的这门外语，让别人看到你是一个有想法、有情感、有自己看世界的方式、世界观的一个真实的人。你的口音、你的说话习惯、说话方式、用词的习惯，都是你在学语言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慢慢变化的。在这过程中，你也可以认识到自己，也可以让别人看到你变化的一个过程。在我看来，不管是作为老师看学生的进步，或者是我自己作为英语、西班牙语学习者看自己的进步，我都觉得这样的过程是非常美妙的。说到这里，我还想澄清一件事，就是我在这个视频里说的这些，并不是说作为一个语言老师，作为一个中文老师，我认为准确度不重要，不是这样的。准确度还是很重要，你不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不可以因为这个就不想去慢慢变好。好了，说了这么多，肯定有很多人会问，老师，那你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我心里好受了一些，但到了真实的场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怎么办？那我这里还是会给你们一些小的 tips。那第一条小建议就是，那如果你们在和中文母语者、你的朋友交谈的时候，你说完一句话，你可能会想问自己，那问你自己的那个问题，我希望你们不要问我说对了吗？你们问自己，对方听懂了吗？他理解了吗？如果答案是的，那就没关系，你们可以继续把对话进行下去。他可能会好心的纠正你一下，那你就欣然接受就好了。第二个建议，在你不知道某个词的时候，你不一定每次都要停下来查一查普莱口这个怎么说。当然有时候一些名词，比如说一种特定的蔬菜，一种特定的运动，你必须要找到那个词，那你可以用普莱口搜了再说。但你也可以试着绕一个弯子，用你自己知道的词语、知道的语法去表达。其实有时候我们作为中文老师在帮助学生表达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方法。就像我刚刚举的我的学生说给植物喝水的那个例子，完全可以理解。其实这不是将就，这不是你中文不够好。在我看来，这种能力也是一种很牛的语言能力。有时候你通过一些陌生的词语组合，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你反而能给人一种很新的感觉，很陌生的感觉。而我们说，有时候陌生的感觉能给人带来一种诗意，带来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那第三个建议，因为可能还是会有人问我，那老师，我还是真的实在听不懂怎么办？这时候先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话题太难了，词汇太专业了。这种情况放在母语者身上，可能沟通也会停下来的。那真正的沟通本来就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是吗？这时候你就可以停下来问对方，我这样说，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你去邀请对方和你一起完成这个对话。不过呢，长期来说，找一个非常安全的交流环境，对语言学习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找那些你非常信任、关系很好的朋友，去固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找一些语伴，你们彼此都处于在一个学习语言的状态中，彼此就会少更多一些的评判，因为你们会觉得自己用的语言好像都不那么完整，都不那么完美。当然，找一个私人老师也是非常稳妥的方法。私人老师非常专业，会给你时间慢慢去听你说，慢慢去等你绕弯子表达自己，然后给你相应的反馈。还有啊，就是平时比如说我在学英语或者学西班牙语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很多不同的真实生活里会发生的场景，比如说和朋友的 small talk 啊什么的。那这种情况我会想说什么呢？那么想到这些，我就去问 AI，怎么说会比较自然，会比较让人能接受，把它们写下来。到时候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你总能从你写下来的小本本中抽出一些什么能说的话，你的脑子里总能想到一些。还有一个比较进阶的方法，是我一个说中文说的特别好的越南朋友分享给我的，就是我上一期视频出现的朋友燕子。他说他在中文从中级进步到高级的过程中，他有这样一个办法，就是他会去想不同的话题，然后用中文录成播客。那在正式录成播客前，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思考过程。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去搜各种中文表达，慢慢的找表达，慢慢的打磨。你说通过这样的过程，他学习到的表达、词语、语法，他能忘吗？应该更难忘记吧。而且令人惊喜的是，他还收获了一些播客的听众。当然，这是额外的惊喜，不是他发播客的目的。这个方法的核心其实是我有话要说，而不是单纯的我想练中文。在这个方法里，中文就变成了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当然，这个方法应该不适合所有人，但如果你听了这个方法感到很兴奋，你不妨去试一试。那现在我再回头去看那些我在英国的日子，我觉得我完全能接受当时说英语时语调非常平、非常淡的我。而且当有人能绕过那些语调去理解背后我真实的感情，我觉得这是更加美妙的事情。这比我去努力练习英语的语调要好太多了。那你现在的中文可能有很多很多缺口，你想去填补，没关系，你就慢慢来，慢慢学习，慢慢练习，慢慢变好。你就把它当做你在中文世界里存在生活的一种方式。不要等到觉得自己中文完美了再去开口。你要相信自己在说中文的时候，不是所有时候都会被纠错，更多时候你是被听见、被理解、被认真对待的。希望你们学习中文的过程可以成为你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去进入另外一种关系、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个语言世界的过程。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想分享的大概就是这么多。如果你们对于这个话题有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讨论。当然，你们可以试着用中文不去查字典留言哦。有时候我真的非常喜欢读你们那些没有被 AI 修改过的句子，好吗？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感谢你们的观看，拜拜，一切顺利。